风。下山的时候惊吓了一窝野鸡，便打了2只回来。你们不在家，我就下手给炖了。卢凌风，听说有野鸡。卢大将军，长本事了，连饭都会做了。哎，闻着倒是真的挺香的啊！做好了给我们端过来。哎，好了，喜君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快吓死我了！别哭了，你先把宵夜给吃了，然后我还有正事要求你。竟有这等事！师父无需动怒，太阴会有功者晋升，这主意也是我出的。元和担心我顶了他领军的位置，故下此毒手，也情有可原。若非用人之计，我立刻将他扔进美味窟。那个卢凌风竟可虎口脱险，不杀必成大患。这次带他进山，实为试探。结论是，此人绝不是朝廷派来针对我们的。万一看走眼，你可知道后果？当然，我令狐硕愿拿性命担保。卢凌风可以信任。为何舍命相救？你难道没想过，若我活着回去，太阴会不会放过你？可你若摔死，谁又带我去见真的会主？你奸细身份已经暴露，还扯谎？谁是奸细？长安等着我的首级，就算荡平太阴山，功劳也是州府的。朝廷仍然不会信我。我卢凌风，若想成就一番伟业，绝不能依靠唐廷。可惜了我曾为大唐流过的血与泪。那你刚才为何不画那西域屯兵图？一来，我是不信那秃头是会主；二来，我虽把屯兵图牢记于心，但是我画不出来，因为我根本不会作画。与他一同来汉州的，有个叫裴喜君的女子。单丹青又与卢凌风心意相通，可代为画制。若真是如此，就好了。他与我相约2天后，天宝楼相见。届时，若他还交不出此图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一般人做这样的话，至少也要2天，但此图关系到汉州的安危，拖不得。汉王喜君，尽快。放心，只要你说得清楚，天亮前我必画完。好。你笑什么呀？
这还是你我第一次共同作画。哎呀，如何？这野鸡吃起来别有风味啊！范阳卢氏中郎将为我炖鸡吃，不赖，不赖啊！高兴就多吃点，不过最好不要出声，莫让喜君分心。刚夸你2句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啊，这是18年前剿灭太阴会时的卷宗。哪儿来的？那都督府咱也不能白去啊。当时造反的主谋是这段轨的曾孙，他被朝廷正法后，韩州15年内再无太阴之乱。你看这后面，当时叛匪中有一个7岁的小女孩逃了出来，是那所谓会主的女儿。这小女孩骑巨齿犀逃入深山，后传闻被一个姓宋的猎户收养。后来官兵进山搜查多年，也没找到这个姓宋的猎户。等一等，姓宋啊，阿弥，宋阿弥在否？太阴照耀下的你，好美。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再来了。怎么会？我不愿看你这样。进来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有了这4张图，州府大军挺进太阴山，彻底剿灭太阴会指日可待。喜君，你又立大功了。这是你冒险进山所得，喜君匆匆几笔，何功之有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呀，喜君，这卢凌风临危不惧，编出了一个什么所谓西域屯兵图，不仅迷惑了对手，还换回了如此详细的太阴布防图，厉害，真是厉害啊！很像我年轻的时候。卢凌风，你查明你在此间，立刻出来伏法！谁呀？这么吵吵嚷嚷？屋里人听着，剑在弦上，速叫卢凌风出来。我数3个数，不见卢凌风出来，就等着万箭穿心吧。3、2、1。
哎呦，是马参军啊！这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？快快快快，进屋喝茶。苏无名，我不是来跟你打哈哈的，速叫卢凌风出来就擒，不然后果自负。妈妈，我是嫡公弟子苏无名，请借一步说话。你是狄仁杰弟子？苏某不才，危急时刻只能排除恩师之名，请马参军进屋喝茶。别生气！韩州司法参军马蒙在我手里，不想让他死的，让出条路来！让路！让路！快快快，让路！让开！还不快跑！哎，快快快快！哎！叫你的手下别追了，不想死的就别追过来！哎，不能追！当心埋伏！前面我俩那个人化身成了。怎么了，阿米？我做噩梦了，好可怕！我梦见是你一拳打死了他，脑浆崩裂。哪有的事？不是你跟我说他躲债跑了？来，我给你揉脚。不能！我亲眼见过你的拳头打死过人，我怕。放心吧，我左手杀人，右手疼你。我为你揉脚，我会轻一点的。有个好消息，你想不想知道？什么？之前我就和你说过，会中10万不如良将1员。如今，良将带着宝图找上门来了，凭此图可得西域千军万马。这些事我不懂，也不想知道。
让我怎么信你们？这4张图压在马参军手上，我又怎知他是真是假？这是卢凌风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，怎可怀疑？哼，骗子也都这样讲话。哎，你怎么？太阴布防图，马参军都不信，谢御史的平帖他更不会认了。我要的是另一样。此乃魔石大师舍舍利，他的另一半就在杭州。你我第一次见面是在惠安寺，罗某就是受深县县尉姜威所托，欲将这天下至宝合二为一的。我愿将此宝压在马参军手上，可信我了？不可！魔石大师舍舍利是至宝，何等价值？马蒙当然清楚，你等得此宝，却不换金银。马蒙，信得过了。卢县尉，就依你计。卢县尉，苏先生，接下来该如何？交图，请马参军直接将图交到刺史手上。关于此图的来历，不必提及卢凌风。剿灭太阴会后的功绩，全算在马参军身上。卢县尉，你把马蒙当什么人了？马参军，卢凌风是担心，若州府知道了此图的来历，非但不信，反而会以私通太阴会之名降罪于他。这怎么可能？长安发生了一些事儿，我一句两句的跟你说不明白，你就按卢凌风说的去做，杭州百姓会感谢你的。马参军，留步。马参军，苏某还有一事相求。苏先生，请讲。是这样，我要找一个人，准确的说是个死人，就死在前2天。我知道你忙，你重任在肩，你能不能给我几个人手？我需要尽快找到那个人的尸体。那好，那我将杭州城内所有信得过的暗探都交给苏先生调遣。描绘得如此详细，谁人所画？哦，是我养了很久的密探，数月前假意加入他们，几经周折，才得以进入这太阴山腹地，终把太阴会的老巢摸了个清楚。哎，那昨日被太阴会分子劫持的卢凌风呢？我的暗探说，他已投太阴会，并得到赏识，现在就住在这太阴山上。那马参军如何打算？虽得此图，但马蒙以为不急着进山围剿，应先命附近州县协同查办太阴会党羽，弄清死心塌地跟着他们造反的到底有多少人，并征调附近州县所有猎户，以防太阴山上众多野兽。再择合适时机，与都督府共同派兵，定能一举荡平太阴山，还杭州百年安宁。马参军，你不是一直主张进山剿匪吗？现在有了图，怎么又不急，还择机？择什么机呀？我等围观杭州，太阴会就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刀，一日不除，怎么好意思拿朝廷的俸禄？时不我待，今日就进山。马参军，你建功的机会来了。啊，
可是我们，据此图上记载，这山上太阴会众不在少数，我们兵力不足啊。将州府派去韩州仓的兵全调回来，四面城门的守军各抽一半，还有驻守惠安寺的，也都调给你。廖刺史，无人保护舍利怎么行啊？惠安寺的兵，还是别撤了吧。必须撤。舍利虽是宝，但剿灭太阴会，才是我韩州的重中之重。马参军，韩州我所能调的兵力，可都给你了。你虽年轻，今日勇挑重担，他日定可飞黄腾达。多谢刺史信任。马蒙，那个卢凌风在太阴山，不管他是死是活，他身上那半块舍利，你可得给我带回来。放心吧，刺史。慢走。接下来去哪儿？酒坊馆，那里设有赌场，只要进去赌，酒随便喝，而且还有胡姬相伴。据说那舞跳的绝美。那我倒要好好欣赏欣赏。啊？你也要跟我进去啊？你说呢？啊，对对对，一起进去，一起。莫氏大师，今天是您在阳间的生日，弟子给您拜寿，请保佑弟子得到您的舍利，从此以后定当每日尽心尽力的服侍您。这次我要5块金饼，5块金饼！你疯了吗？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呀！有人绘制了太阴山的布防图，整个韩州都在调兵。你把这消息跟上头一说，值不值5块金饼？不值就算了，以后别想从我这儿再得到任何消息。别走啊！上头好像算准了你今天有重要情报，还真让我带了5块金饼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师父，我错了。是因为卢凌风？师父怎知？你以为我只有你一只耳朵吗？就怕您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他们已经绘制出山上的布防图，我太阴会大展威仪。令狐硕犯了大错，请师父杖毙于我。若是没有你，又怎会有今天的太阴会？
何指出左权？是。你管得着吗？10年了，但凡月光明亮，你就会在此练拳。这后山大树，被你打折几颗石头，被你打碎了多少，我可都记着呢。怎么，你是惠岸寺的和尚，想叫我赔钱啊？没钱。为何指出左权？老和尚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老和尚，你这么厉害，你这左掌怎么练的？跟师傅学的。他老人家姓段。段，可是称霸韩州的段鬼。大师，不知可否收我为徒？令狐硕，是。你是城中酒坊馆老板的独子，你家不缺金银。你父又善交际，给你弄个官当，不是难事啊。当官？忠于长安的朝廷，打造属于李家的盛世，那我令狐硕怎么对得起祖宗？我令狐氏乃周文王之后，我天赋异禀，相貌出众，当像段鬼那样，割据一方，成就霸业，也不枉在世间走一走。有魄力。法师，实不相瞒，我从小读书就比别人强，可什么五经圣人文章，我都看不下去。只有段鬼，只有写他老人家的书，我百看不厌。特别是右臂断后，靠一只左手杀唐廷大将数员。每次读到此处，我就热血沸腾。那时我已台背之年。最着急的就是，我无法说服会主重振太阴会。要是没有你，我们又怎会重新号令山神，继而招募会众？短短3年，就将支离破碎的太阴会重新壮大。多谢师父记得我的功劳，但回归如山，我死罪难逃啊！不，这也许正是我们的机会。师父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惊慌？那令狐硕竟然没死，他出卖了太阴会，听说还绘制了太阴山的地图。如今官兵已经在进山的路上了。很好啊。好。太阴山地势复杂，官军一旦深入腹地，再想出去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我叫你准备的散布太阴会要攻打韩州藏消息的人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上百人，一声令下，不出1个时辰，定会传遍大街小巷。瘦骨做的剑，完成了多少支？总有8、9万支了吧？运出城的有多少？7万支。够了。传令下去，会主已决定今晚起事，攻打韩州城。今晚？就今晚。
刺史廖信，长史田畴，见过都督。刺史、长史一起来了，何事啊？田畴，快跟都督讲。我们得到了情报，说是太阴会的奸人要攻我韩州仓啊。这情报准确吗？准啊。可我1个时辰之前收到消息，说州府已将驻守韩州仓之兵尽数调走。这得问廖刺史。你确实是廖某调的兵。当时还没有得到太阴会要攻韩州仓的情报，身为韩州刺史，太阴会就是廖某的心腹大患，我做梦都想着将他剿而灭之。幸有司法参军马蒙兢兢业业，所派暗探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太阴山，得到太阴地图及叛军兵力的布防图，故立刻发兵进山围剿。都督，下官做错了。不应算错，只是30里外的韩州仓是西北最大的粮仓，一旦遇袭，尤其是被叛匪恶意纵火烧毁所有的粮草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是啊，所以我一接到情报，我就赶紧赶过来了。这韩州仓本就由都督府跟州府联合驻防，危急关头还请都督调兵支援。这兵嘛，我倒是有，只是这带兵之将，那这守韩州仓的重任，就交给廖刺史吧。啊？廖某身为韩州刺史，叛匪为乱之际，我应坚守韩州，不宜出场。我举荐田长史带兵。怎么，田长史也要推辞？不敢。可下官怕不能胜任。我知你没有带过兵，所以我派一位良将协助于你。都督留步，请吧。你可以出来了。都督，随我来。看吧，10个月，每月9块，共90块。那是我才到韩州的第3天。何人？太阴会，请督关照。这小贼胆量不小，轻功一般。每次都送来9块金饼，我早猜出他自己贪了1块。你不是要举证吗？这就是本都督收受贿赂的证据。上次是为了能见到都督，情急之下多有冒犯，请都督见谅。你以为我会因为这些金饼，就甘愿为太阴会效力？当然不会，不然您也不会把当年剿灭太阴会的卷宗拿给我看啊。陆某自入仕以来未曾建功，却身居高位。苏明，你不会以为我是因为受贿
然后再向上行贿，才有今天的位置了吧？你可知我是江东人？吴郡落世之后，原来如此。吴中四姓，顾陆朱张，这世人皆知啊。我的祖上也有一位都督，是夷陵之战火烧连营，名震天下的陆逊、陆伯言大都督。哎呀，失敬失敬。开唐时，段轨反叛被杀，他的后人就成立了太阴会，100年来屡剿不绝。近来更是重修大寨，哄骗了上万百姓进山修行。一旦做大，必将危及社稷，彻底把他们剿灭。虽比不上先祖的夷陵之战，也算是建功了吧？那是自然。我若是第一次就抓了那送金饼的小贼，恐怕就等不到今天了。哎呀，都督瞒天过海，运筹帷幄，苏某佩服。只是那太阴会的实力不可小觑啊。愿闻其详。兽骨，现如今又不是茹毛饮血的年代，你危言耸听了吧？新天子登基，即颁布限铁令，要打造虽行千里不耻齿兵的安全之境，故太阴会得不到铁，就很难锻造武器。这一点在庐陵峰探查铁匠铺之时已被证实。但据传，汉时游牧部落就常用兽骨做成箭头，可一箭穿喉，胜似钢铁。我苏明虽到韩州没几日，但也去过一个兽骨厂，大量兽骨被搬离兽骨厂，所谓何用啊？这不得不让苏某担心啊。这个太阴会行事一向古怪，用兽骨做剑，确有可能。这10个月来，我派出了数名暗探，却一直未能查清这太阴会会主的真实身份。且这会主到底有何本事，能让会众如此死心塌地，亦不得查？这韩州的安危，尚存变数啊！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不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吗？门没锁着，进来。令狐硕。你想干什么？怎么，不是令狐硕就不让进门了？脚长在你身上，谁不让你进了？马参军，这是陆都督给你的信。陆都督，
怎么不做呀？这是我家，以反客为主了吧？客随主便，你要不愿意做，就站着吧。哎呀，苏某不是太阴会的人，就不参拜你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18年前，那是一场恶战，山谷间血流成河，尸骸遍野，官兵也为了剿灭太阴会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被那巨蜥救走的小女孩，本姓段，后来被一个姓宋的猎户收养，一直住在太阴山的深处。可她什么时候回的杭州？又是何时学的这染布的手艺？你能告诉我吗？你在说我吗？我从小就姓宋。你怎么不问问，我是如何知道那2长3短的敲门之法的？龙发在染坊，你们快去抓他！你见到龙发了？那倒没有，啊，不过他敲门2长3短，阿明说就是龙发。曹双立被骗了，这样敲门的不是龙发，而是令狐硕。是又怎样？我与令狐硕私通，我不是好女人。你还不走？天马上就要黑了。你我孤男寡女，那个叫樱桃的又要受不了了。曹双立虽非良善，对你却一往情深。他怕龙发杀了你，拼了命的求我，让我到此来救你。曹双立又怎知龙发早就死了？怎么，你不知龙发已死？之前我也只是猜测，可就在刚刚，司法参军马蒙的几个朋友帮我找到了龙发的尸体。尸体？想看吗？虽然我义妹已经为你写好了绝婚的文书，但你现在仍是龙发的妻子，你来认尸，合乎规制。在哪儿？
咱们是要赶往韩州仓去救援，是不是应该快马加鞭呢？快啊，就有用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陆都督出兵救援的情报，田长史卖了几块金饼。太阴会得了消息，还会去攻韩州仓吗？你什么人？竟血口喷人！都督命我来带兵，来人，拿下！下马！下马！你们！我是主将，你是什么人？新任云顶县尉卢林峰，如何？一个小小的县尉，你不对，此人已经暗通太阴会，只怕没一会儿，快将他拿下！卢将军乃前金吾卫中郎将，今日代表本都督带兵，你等皆要听卢将军调遣。是。姓田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们都是一伙的，你还不快点跑，等着掉脑袋呢！果然是高地界，卖情报的就是他，错不了了。那日在天宝楼，你就在我身后，粘了个胡子还挺像，马蒙居然没有认出你。田长史，你也算人才了。我一念之差，一念之差呀！你已是长史，俸禄应该不少，为何会做出如此勾当？那要看跟谁比。要是跟东来西往的宝石香料富商比，我那点俸禄9牛1毛。每次看他们请客之时出手阔绰，那真是叫我汗颜呐。我还想买处大宅子，也是捉襟见肘啊。这等话也敢当借口？贪得无厌之辈，待我一讨，撤了他！别！依你所述，你对龙发怀有深深的憎恨。可刚才看到尸体，你的眼泪出卖了你。告诉我，之前为何要骗我？其实龙发待我很好。老板，那时我养父被野兽所伤，已在弥留之际。我又不会打猎，在山里根本活不下去。龙发带着厚重的聘礼来求亲，我就答应了。嫁时我才知，他是大商人。婚后，他就把所有的房契都叫我保管，生意所赚也都给我。这龙发出身贫寒，白手起家，就因勤奋节俭，生意做得越来越大。是啊，难得的好人。
后来变了，是令狐硕出现后才变的吧？那以后，他常来买布，我染多少，他就买多少，从不讨价还价。有一日，我问他：“令狐公子买这么多布做什么？”我买的不是布，是你倾注在这布上的一切。公子莫要再说了，被我夫君听到，不好。你说的是龙发龙老板吧？此时他正在九方馆内月色楼欣赏着其他女子的一切。胡说，他从来不去那种地方。你不信？我带你去看看。当时我只想一头扎进染缸里，淹死自己。这水的不清。九方馆就是令狐家的产业，不管是月色楼还是万丽赌坊，都是令狐硕带龙发去的。可他们之前并不认识。你可知令狐硕为了结交龙发，费了不少心思，不仅买了你染的布，就连龙发所经营的皮货最大的买家也是令狐硕。什么？令狐硕之所以这么做，皆因你特殊的身份。我的身份？没错。可当时我并不知道。我想，第一个认出你身份的人一定不是令狐硕，因为他太年轻了。真的是你，阿弥，少会主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少会主。大师，你快起来！我不是什么少会主。会主早就说过，只要他的子孙在，长者为太阴会会主，若无男丁，女子亦可呀。属下身为太阴统军18年，没有找到会主，罪该万死。恳请允许老夫戴罪立功，
现恭迎会主回太阴山主持大局。大师，你快起来！我不当什么会主。不当？难道你忘了那漫山遍野会众的尸首？难道你忘了你爹、你娘、你的兄长们皆死于唐廷之手？王无天，你出去！会主，你跟不跟我走？不。大师！我段右臂就能召回会主段贵的英灵。段阿弥，你不认会主，你对得起祖宗吗？即便老和尚以死相逼，我也不肯，因为我想过太平日子，我只想好好活着。哦，原来是惠岸寺的无量法师。哎，我听说他已经快100岁了。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来佛门抢劫？敢让我看看你的真容吗？可以呀。廖刺史啊！廖刺史竟然会蹿房越脊！哼！我还会杀人！我来杭州6年，每3日1礼佛。我到过你惠岸寺多少次？你就是不让我看看魔石大师的舍舍利。难怪撤军了，怕是人多眼杂，让人看见刺史持刀抢劫。少废话！整个惠岸寺我都摸遍了，我笃定，舍利就在你这禅房里，拿出来！廖刺史，还是小心点儿，真要是磨了我的脖子，你可就永远也见不着舍利了。大师，弟子终于见到你了，就让弟子终身侍奉您吧。你今日所为，传出去，官爵名位恐怕不保啊！跟大师舍利比起来，官爵名位又算得了什么？世人皆知，舍利乃杭州惠岸寺至宝，你据为己有，供在何处啊？我要带着大师到一个没有人间烟火、没有尘世污浊的地方去。这里就没有人间烟火、尘世污浊。你个老和尚，要么滚远点儿，要么帮我把罩子打开。好，
我帮你。你的胳膊，你不是一直说太阴会将盗取舍利吗？你看我这断臂，有没有想起谁？断鬼？你是断鬼？不可能，他早死了。我当然不是会主，但我自断右臂，就是发誓一生追随会主。我们当然不会用舍利去换取金银打造兵器，待今夜攻下韩州城，它就是镇州之宝，会护佑我太阴会所向披靡。叛贼！肋骨断了，你爬不起来了。正好你就在这儿侍奉魔石大士吧。哎呀，这令狐硕真是用心良苦。他先勾引你，再把这个消息刻意地散布出去，并拉着龙发学坏，以致龙发性情大变，经常殴打你、虐待你。至于令狐硕是如何引诱龙发赌博，并设局让他输得倾家荡产，这些细节我就不必讲了吧。其实都猜到了，但我不后悔。苏敏，你不是女人，你不懂。令狐硕给我的，谁都给不了。所以你完全委身于令狐硕，甚至去了了事堂找杀手，欲除掉龙发。可你不知，令狐硕也早就想杀掉他。是令狐硕杀的龙发。找到龙发尸体，我就先行验过尸，他死于颅骨后侧塌陷，受重击而亡。这种死法跟曹双立和你雇的杀手完全一样。至于那杀手潜入你宅后，偶遇寻你未果的令狐硕，意外被其所杀。老子想要死！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自幼练习左拳，因为我心中的神就是太阴会会主段鬼。今天有机会保护会主，更是我令狐硕的荣幸。我想，那大白天来染房调戏你的歹徒，也一定是令狐硕安排的。他那是想逼你承认你是段鬼的后代。我不确定令狐硕煞费苦心到底在策划什么，但今夜的韩州也许会成为18年前的那条山谷。
统军，大军已调到韩州仓，都督府里只剩不到20人。吴亮，果然是你。陆思安，我每月拿金饼，是诱敌深入之计。总算把你等来了。你假扮僧人藏于惠安寺，我早已察觉，只是没想到，你这把年纪还敢带兵，真是不自量力。统军，属下情报有误，罪该万死。怕什么？老夫杀了这个陆思安，用这唐廷都督的血，为我太阴会记起。杀！廖信已死，随我攻下此时府者，立大功。是。马蒙，你不是去攻太阴山了吗？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懂吗？韩州司法参军马蒙，奉命在此捉拿叛匪，杀了他！尔等速速投降，除罪大恶极者，皆可活命。别怕他们，惠主马上就要攻进城了，有功者尽声杀！勇往直前，有功者晋升，夺下城门，迎惠主进城，冲！金戈铁马，风沙连山，雨雪冲破黑暗。凛冽风声，背水一战，荒漠也未安。这苍生将鲜活在血尽里勇敢。杀！途途历经千难，渔场也孤寂为伴。诗情破滚涛。卢县尉，大伙儿发现太阴会造反，特来帮忙平反。好，韩州有这么正义的百姓，何惧叛匪？传都督令，投降者不杀。放下武器，投降不杀！放下武器，投降不杀！放下武器，投降不杀！对会主不忠者，死！把他们骗了！阿米，我很好奇，
你身为会主，是怎么让那么多百姓都加入太阴会的？因为韩州城，你太阴者死。姓苏的，你赶紧去找那都督，让他投降。阿弥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是太阴会会主，韩州本就属于我段氏。苏明，你不是当过官吗？在唐京干得不如意，加入太阴会吧，我会重用你的。此刻，你像个疯子。你真以为你的太阴会今夜能得逞吗？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这些人皆因你而死。老贼，还不投降！老夫今日中了你的埋伏，但我太阴山上的千军万马，今日必攻下韩州城！不想死的，放下武器投降！吁！众将士听令，打扫战场，清理尸体。都督，叛军已到城下，列队迎敌。
神神的！通天溪，世上就有此物，韩州唯一呀！不可多乱居心，一头犀牛而已，何惧之有？且慢！你好，此物巨大，若不能一击而毙，反而会把他激怒。卢凌风奉都督之命，守此城楼，没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许射箭。快，跟上，跟上！让开！就撒在这儿，撒在这儿。义兄，韩州的百姓真好，听说要对付太阴叛贼，药铺的东家也都个个慷慨。是啊，你看，草药阵都已经布好了，只要那来的怪物是犀牛，把那个草药都点着了，必叫那犀牛晕头转向，再杀他呀，易如反掌。留神！快！韩州将士在。凶兽进城，该当如何？上！狮子寒内，寒落百姓！狮子寒内，寒落百姓！狮子寒内，寒落百姓！韩州城的百姓们都听着，我乃断轨后人，太阴会会主。尔等速打开城门，迎我入城者，可免一死；助我擒住韩州大小官员者，赏银；杀陆思安者，赏金。放肆！令狐小贼，竟敢冒充断轨后人谋反！我姓段，城上是何人胡言乱语？是和你同游太阴山的卢凌风啊！令狐说，有本事摘掉你的面具！旧方馆的纨绔郎君，何人不识？不要听他的，对会主不忠，死！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个令狐硕，就是想假借你的身份割据韩州。若他今夜能得逞，首先就会杀你灭口。城下之人听着，我知道你们都是附近的百姓，生计艰难，又受贼人教唆，才上了太阴山。大都督陆思安承诺，只要放下兵器，皆可回家种田。州府绝不追究。谁也不许走！背叛会主，杀无赦！你们看，山神发怒了，都给我听着！待山神撞破城门，大家齐心协力，攻下韩州！季师公，那些药真的能熏晕通天溪？那谁知道啊？啊！哎，这都是苏明让我这么说的。哎，你看那都督，满脸震惊，其实他早就做好了被通天溪踏成肉泥的准备。
可陆凌风还在城墙上，我……苏明和樱桃也在呀，顾，你我不能走。生，一起西行；死，共赴黄泉。陆凌风，你要干什么？白泽图上记载，通天溪，木其名，系月色。入夜后，最怕乌云遮月。你看，待这片云遮住月色之际，它会瞬间变成瞎子，我可一枪毙之。陆凌风，他原本只是一只普通的巨齿蜥，得日月之精华，才有了这般深情，实属不易。且此蜥通人性，18年前曾救过一个7岁小女孩的性命，杀之岂不可惜？卢凌风虽武艺高强，但一枪刺死通天溪并无把握。但你看，这满城的韩州将士，顷刻之后，不是他们合力杀死通天溪，就是通天溪屠戮全城，继而成为这世间名副其实的凶手，连同太阴会一起被后世唾骂。将比18年前更惨烈。那些被煽动的百姓，都将因谋反而被正法，而这一切，只因为令狐硕那可笑的野心。太阴会有功者晋升，随朕杀敌立功者，个个都是朕的开国元勋，封侯拜相。学犀牛的嚎叫只能引来山神，但若要驾驭山神离开太阴山，还请会主传授我绝技。阿弥，你还犹豫什么？今夜拿下韩州，你就是太阴国的开国皇帝。可我是个女子，武媚娘可改唐为周，你做韩州的第一位女皇有何不可？我们的孩子会继承大统，江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。来不及了。拦不住我！我是韩州的王，我要做皇帝！你万万不该把驾驭通天溪的本事交给这狂徒！他从来没有爱过我，只是想利用我。
我刚才说的还算数，放下兵器，回家种田者，绝不追究。随朕杀进韩州城，对魏主不忠者，死！无法乱，斧头岸，马鸣萧萧，彩云散。功名事，惹人烦。千重渡过万重山。卢县尉，您来了。卢某，前来还刀。这是我打的最满意的一把刀。自我第一天做铁匠，我就发誓，要打造出大唐最好的横刀。只是我们民间打造的横刀，卢县尉应该看不上吧？穆兄哪里的话？这是一把好刀。既如此，徒弟，取刀鞘来。是，师傅。不知木林郎是否有幸将它送给您？这不合适吧？我打造横刀，就是为了斩杀奸恶。可我只是铁匠，也只能做梦想象。而如今，这把刀在你的手里，真的斩杀了奸恶。韩州的百姓们口口相传，我木林郎的脸上有了光。你若不嫌弃，就让他陪着你，一起冲锋陷阵，建功立业。
多谢。你我信仰，行几万里河山。多谢韩州父老。与水同坐，明月清风。哎，喜君，之前卢凌风在南州用的那把刀，还是你送的呢，也没见你如此爱护过啊。这不一样，这把刀有韩州百姓对他的深情和期待，比我送的更值得爱护。哎呀，喜君，嘿嘿，你真是让我肃然起敬啊！哎，樱桃，这还没说要走呢，你这是？你没说要走，但我想我该走了。这是何意啊？你一直拉着阿弥的手，片刻都不肯松开，还问我是何意？哪有的事儿？你还抵赖？苏明，光明磊落，自己做的事儿从来不抵赖。可我真的没有拉那个阿弥的手，我是擒着他的腕子，而且割着衣服呢。作为捕贼官，擒着嫌疑人的腕子和拉女人的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。樱桃，你这是冤枉我了，大错特错。苏明，我……当然了，剿灭太阴会你也算有功，你这个错，我就不追究了。啊，对了，今晚陆都督设宴，既是接风，也是践行。席间啊，你多自罚几杯。我苏明大度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怎么还变成我错了？据说，那两只巨雕在空中盘旋了很久，突然，一只俯冲而下，用头撞开了牢房的后窗，在牢房里找到了那只雕的尸体。有人亲眼所见，那宋阿弥骑着另一只雕飞上天，直奔太阴山方向而去。都督，马蒙请兵，立刻进山抓捕宋阿弥。哎，卢凌风啊，你进过太阴山，你意下如何？此事过于诡异，该如何处置？卢凌风没有想好。苏无名，你呢？也许这通天溪真的是山中之王，可号令百兽。王右军驾鹤而去，成仙了。这宋阿弥乘雕而去，归山了。也许这女子本就不属于这里。有道理。说到底，她就是一个孤儿。我大唐又岂会容不下一个弱女子？太阴山亦是我大唐的太阴，但愿她在深山里也能够丰衣足食。廖信已死，田畴候审，我已上奏朝廷。不久，朝廷就会派来新的刺史和长史。现如今，我们更该想的是，未来的韩州，乃至辽阔的河西，
该如何让百姓安居乐业？只有这样，像太阴会这种反抗朝廷的组织，才无法死灰复燃。都督高见。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就是逼宫弟子，看着像个书生，其实可厉害了。你这是何意啊？他也不容易。闪开！不会说话，这是我新买的仆人，叫什么？云底雅奴，好用着呢。你能听懂我们说什么？那是因为生了病后才哑的。行了，大伙在这儿为拯救杭州的英雄送行，别在这儿添乱。走，走，快走，你走，快走，走。苏县尉，卢县尉，卢县尉，苏先生，卢县尉。快谢拯救杭州的英雄！少小去乡邑，扬声沙漠垂。这是曹植的《白马篇》。我从小最喜欢的2句是：羽檄从北来，立马登高低。弃身锋刃端，性命安可怀。我记得接下来是：父母且不顾，何言子与妻？明鞭壮士急，不得终顾思。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。情夫，今天该给我美身了吧？改日。怎么又改日？我这后背，昨晚都没叫男人胖。这个画完累了，画不动了。改日就改日，反正我这后背就交给你啦。是后背，又不是后半辈子，你别害怕。庆福啊，你艳福不浅呐！你什么时候也教教我？这我也想在这大姑娘、小媳妇身上去画呀。别动，不然画坏了算你自己的。
大白天的戴什么面具？你长得美啊！画得好，不愧是云顶第一美神奖啊！哎，你再帮我写上2行字，左边写“生不怕云顶令”，右边写“死不为阎罗王”。我看以后那帮差役，谁还敢再打我无菜板子？不写，我给你钱。那也不写。我为人美身是叫人美，而不是挑衅公协。有幸的，赶紧穿衣服走人。不穿，这不就是让人看的吗？从今以后，我还不洗澡了。我用的颜料好，即便洗澡3、5个月，起色如新。那就更不能穿了，就这么上街替你扬名。我不需要扬名。我正想问你呢，店怎么开在这云顶仙街里？胆小的谁敢来？不怕影响你挣钱啊？我只在白天为人美身，又怕什么？赶紧走。哎呦，我说你为什么急着撵我走？你还约了别的客人了？这天还没黑就戴着面具进来，你是不懂云顶仙街的规矩吧？摘下来，你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呗。我阴气重，摘我面具者都活不久。你可要想好了。你吓唬谁呢？走走走走，别叫我声音。走啊！走。想好了？画什么？芍药，没有绽开的芍药。老飞，长安、洛阳的酒你懂，这云顶的酒你到底熟不熟悉啊？哼，这话说的，佳酿之物就没有我老费不懂的。云顶是葡萄酒，那这最著名的云顶红酿造之法，你能说出来吗？那当然了，云顶的葡萄酒用的都是沙地特产的马奶葡萄。开始用的是踏浆法，然后用分支发酵法，如此最多能酿出3类8色葡萄酒。哪3类？又是哪8色？3类啊，是棕红、桃红和青黄。在棕红和桃红的基础上，又分出朱、岩、秀、飞、梅5种红色。当然，每种颜色的味道也有细微的差别，一般人根本就品不出来。至于这最出名的云顶红啊，我也只在长安喝过1次，那真是一口入喉，甜到心里。行啊，老费，你确实懂。那我这就请你们喝酒去。你这么好呢？这不是到了我的地盘了吗？今天天色已晚，不需要去县协报道了。所以，本县为请客，大吃大喝。下次再来啊！慢走，慢走不错。哎呦，各位是外地来的吧？就住我们客栈吧，有吃有喝有歌舞，上好的客房，离那个夜市还近。啊？云顶还有夜市呢？当然呐，不光有夜市，天黑后没有禁夜之说。可以在大街上随便溜达，太夸张了吧！我大唐境内，州县城池不禁夜，岂合法度？那这是我们司马县尉的主张，应该是合法的吧？县尉，啊，我们云顶啊，有1半的人都是以酿酒卖酒为生。自从有了这夜市，哎呀，很多人都慕名而至，但远道来的客商流连忘返，大家都挣足了钱。这不多亏了司马老板吗？哎，你刚才不是说县尉吗？这怎么又变成老板了？对呀，
这个县尉司马亮啊，他也是云顶最大的酒商。只是不知为什么，朝廷竟把司马老板给换了。司马县尉，你心中对我可不能有怨气啊！岂敢！既然朝廷任命的新县尉将至，我这个早该卸任的县尉，终于可以去做闲云野鹤了，有何怨气？况且案卷事发生意外，没被县令惩处，已是感激不尽了。哎，我可没说过不惩处啊，只是念你多年的功苦，不予追究而已呀。啊，多谢县令。司马兄今后有何打算呢？还能有什么打算？但求把云顶的美酒卖到长安、洛阳、整个大唐乃至心愿而已，道阻且长。哎，嘿嘿，虽难，但一旦做成，我云顶必扬名天下。今晚我设宴，送县城作陪，为司马贤弟的远大理想一醉方休。恭敬不如从命。哎。几位，吃点什么呀？啊，云顶特色的菜肴一样来一盘。哎，更重要的是，把云顶红给我端上来，就冲他来的。哦，好嘞。哎呀，你们看这装酒的器皿都这么讲究，酒就更可想而知了，是不是？来，我给你们盛酒。哎，老费，你岁数最大，轮不到你。还是我来吧。樱桃，给我。你来，有何说法？此番西行，诸位随我到这云顶，一路上艰难险阻，危机重重。我陆凌风不太会说话，但感激之情都装在了心里。我给你们倒酒，以表敬意。想我老费活了大半辈子，若不是遇见你们，现在肯定还是一个人，在幽暗的长安鬼市混吃等死。老费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跟着。行了，你别装伤感了。今日我等应开怀痛饮。哎，对，喝酒啊！我们祝卢凌风明早顺顺当当的上任，祝咱们大伙儿在云顶逍遥自在。好一个逍遥自在！来，干！果然是好酒。哎呀，还是那个味儿。这是个什么呀？还以为能喝上个云顶红，就到头了。毕竟想喝上长生醉，得有金银。哎，来，哎，二位，刚才说的是什么醉？长生醉呀！长生醉，比云顶红还好吗？这云顶红再好，那也是用葡萄酿造的。这长生醉嘛，啊，那当然也是用葡萄酿造的。只不过呀，酿制的方法不同，喝了呀能补人魂魄，续接寿命。不然我们为何不远数千里而来啊？就是，唬人的吧？长生醉，我咋没听说过？孤陋寡闻，那是在云顶红的基础上用古法。
再次酿造出来的极品。哎，来来来，咱换点好酒，伙计，哎，来一坛